乔医生你好。你好，乔薇。乔薇啊！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可算是醒了，快，孩子快出来了，使劲儿，用力，快啊，使劲儿，不然孩子会闷死的。用力！好痛！露头了，孩子露头了，用力！我受不了了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有，还有一个，闭气，用力，用力，使劲儿！我真的坚持不住了！哎呦，看看妈妈，哎，你可真有福气，是个龙凤胎。你看这两个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，都好着呢。必须把那女人给我找到，她不能活，部里的孽种更不能活。穿越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是个被追杀的带球产妇啊？敲门！是。干什么呢？三更半夜的私闯民宅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屋里还有别人？有，是我媳妇儿，咋了？进去看看。滚，走。这老太婆，那个老太婆，走远一点。多谢大娘。不用谢，姑娘，你跟我走吧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要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，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我一定会把我这两个孩子抚养长大的。娘亲，你醒了。娘亲饿了吧？快吃鸡腿。娘亲不饿，你们吃。虽然已经来了这个世界多年，但是还是一穷二白，家里连点像样的好吃的都没有，真是失败。你们两个在家乖乖等着，娘去山上看看有什么能吃的。娘，天寒地冻，山上能有什么好吃的？不如还是不要出门了吧。这风寒不是刚好，又病了怎么办？到底谁是娘？哎呀，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絮叨了点儿。哎，不如我们做点糕点去集市上卖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嘿，卖包子，一人钱一个。给我来一个。喂，快点儿，咱们找个好摊位啊！好嘞，大娘。孩子们跑快点儿！妹妹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你们要跑慢点儿，别摔倒了。哎呦，奶奶对不起，您没有撞疼吧？不疼。哎，你们娘，你们两个跑慢点儿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两个孩子比较调皮。没事儿的，这俩可爱的孩子看着就讨人喜欢，我呀就喜欢小孩子。这枣可甜了，你们尝尝啊！谢谢奶谢谢奶奶，您人真好。哎，我这把老骨头什么时候才能抱上这么让人心疼的大孙子呀？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你做什么？老夫人这是被异物卡住了，现在已经窒息了，我这是救她。你这乡野妇人，我家老夫人要出了什么事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可以通过挤压把东西吐出来。荒唐！你说的我闻所未闻。身为医生救死扶伤，再不出手他就要死了。你疯了！出了事你负责吗？你放开我家老夫人！你这样，老夫人身体会撑不住的。出了事我负责。他在干嘛呢？这是？哎呦，真管用哎！出来了，老夫人你没事吧？这村妇好厉害呀！
没事儿了。这小孩过来，娘亲真厉害。真神啊！对呀，真傻。孩子啊，这个你老夫人收下，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真是你闪拿着大呀，你可是救了我一命，姑娘这是谢礼。拿着吧，拿着吧，啊，这救人一命，子胜造7级浮屠，这是我该做的。哎呀，你要不收啊，我可要生气了。对呀老人的一片心意，拿着吧。拿着吧，奶奶。这又是谁呀？奶奶，我来接您回家。哦，他孙呢？你呀你，终于舍得回来了，婚事拖了这么久，真要气死我！奶奶，咱们回家再说吧。万幸，臭小子，没事儿。回家跟你说。卖糕点了，好吃的糕点，糕点怎么卖呀？了，给我来2个吃的糕点。好吃的糕点。哎呦，他这糕点不错啊，挺好啊。去，求求，小娘子，这糕点怎么卖呀？小娘子，这糕点怎么卖啊？这不是恩伯府2小姐身边的奶娘房妈吗？她怎么在这里？啊，跟你说话呢。我们家小姐那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，你最好别给我怠慢。你们家小姐见了我也得叫一声姐姐。不好意思，要是买糕点的话，请去后面排队。哈，小娘子，你别不识抬举啊！我们家小姐那是什么玩意儿都能看得上眼的吗？能看上你这点破糕点，算你福气。看不上就别买啊！哎呦喂！你干嘛？你怎么打人？哪来你这么个老贱货！我告诉你，别在这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我打他怎么了？我还打你呢！哎呀，杀人了！原来是个土包子农妇啊！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坐在车里是聋了还是瞎了？二小姐，你可算是来了。这位小娘子好生没礼，不卖我们糕点就算了，还口出恶言，还打伤了老奴的胳膊。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明明是你不守规矩先插的队，还出言不逊，而且还先动手打的人，怎么就这么颠倒是非黑白呢？切！小娘子别生气，方妈妈年纪大了，一时心急也是有的。还好小娘子身手敏捷，才没有让房妈妈酿下大错。这位姑娘的意思就是，她打我就是老了糊涂了，我打她就是我刁蛮任性呗。小娘子真是折煞我了，我是真的觉得对不起姐姐。这样吧，姐姐的糕点我多买一点，如何？我的糕点只卖给懂得尊重的人吃。这位妈妈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入小姐的口了吧。哎，你这个小娘子好生没道理！我家小姐好声好气与你说话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就这糕点，我们还买了呢，你开个价吧。好啊，那就1万两1块。姐姐的手艺一看就很好，这样我挑几块尝尝姐姐的手艺。哼。那就多谢啦。多谢姐姐宽宏大量，要是吃的好了，我还会再来的。给脸不要脸，我呸！大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乡下的土包子你都压制不住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奴婢知错了，还请二小姐息怒。乡野村妇，要是下次再见面，看我怎么压制你！哎呀，小娘子，你惹大麻烦了！这恩伯府的2小姐可是有手段的。原本啊，她就是个庶女，后来啊，恩伯府的嫡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就死了，所以这个2小姐现在成了嫡女。恩伯府，那不是你的家吗？刚才那个姑娘是你妹妹呀。大娘，我没有妹妹，可是恩伯府的东西我是一定要拿回来的。
毕竟这都是我爹娘的心血，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个贱人。哎呦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。儿子常年不在家也就罢了，孙子都27了，也不愿意成婚，这不是要我丞相府绝后吗？哎呦，奶奶，哎呦，我不是不成婚，哎呦，我只是暂时不成婚罢了。暂时，你倒说说，什么叫暂时？5年前你就不成婚，如今5年都过去了，你还拿这话诓我？你身为姬家家主，若是再过3年，你还没有子嗣，家中族老，能放过你吗？这么些年，我想抱重孙子，想得心肝都疼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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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点心，您尝尝看喜不喜欢？要是喜欢呀，以后我天天做了，给您送过来。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儿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跟明修正说话呢。要我说呀，你们赶紧成亲吧，你都回京任职了，我们姬家跟乔家的婚约也耽搁很久了，你还不赶紧把玉溪娶回来？当初跟我定下婚约的是恩伯府嫡女乔薇，虽然她现在下落不明，但是也得等找到她再行定夺。哼，那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6年前趁你不在京城勾引应王，后又跟人私奔，不知所踪，如此败坏家风的东西，你还找她做什么？简直就是丢人现眼！老夫人息怒，姐姐想必就是一时糊涂罢了，应该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，这才没有回来。老夫人，明秀哥哥刚刚回京城，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忙。乔薇的事情不要紧的，玉溪愿意的。你这孩子实在是太懂事儿了，有你这样的做我孙媳妇儿，我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了。老夫人身体康健，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天不早了，玉溪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你去送送她啊。是。明秀哥哥。明秀哥哥。明秀哥哥，我们已经有了婚约，而且早早有了继父之签，如今你怎么？6年前那女子真的是她，虽然当时中了药，但依稀记得那女子的面貌并非是这眼前人，而且身上的味道也不一样。可是偏偏6年前的那天醒来，身边就是她，怎么是你啊？我还有公务要处理，先走了。刚刚那个糖葫芦真好吃，下次再带你去买。你们要干嘛？我胳膊怎么动不了？这女人怎么这么大力气？哎呀！你我正想和这女人撤。大娘，望叔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打到我，多亏这位公子了。娘亲，是这个叔叔帮了我们。多谢公子出手相救。这女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夫人，我们是在哪里见过吗？这人怎么还自来熟啊？
你几岁了？我和哥哥都5岁了。那你爹呢？啊，他爹在山上打猎，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。哦，这样啊。怎么越看越觉得这个女人眼熟，究竟在哪里见过？哦，今天多谢公子出手相助，若是公子不嫌弃的话，这里还有些糕点，就当做谢礼了。那咱们就回去吧。哎，回家。孩子们，走了。17，跟着他们，看看他们到底住在哪里。是。等等，查清楚他们全家的底细。遵命。大娘，慢点儿。哎，没事。放在这儿吧。好嘞。到家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大娘，今天真是谢谢您了。谢什么谢，都应该的。你们好好的就好。下次做饭给您吃。好，亲亲婆婆真乖，来一个，好乖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娘亲给你们做虾饼吃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娘。牵手，东方情调，淡妆依旧而浓墨不摇。你绝世独立逍遥。娘亲，我好痒，好难受。你们这是过敏了？来，宝贝们，尝一下娘做的虾饼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哥哥，这个太好吃了。景云、望舒，洗漱睡觉了。娘亲，我好痒，好难受。啊？娘，我也有，好痛啊！啊？让娘亲看看。你们这是过敏了，现在必须马上去看大夫。景云，你是哥哥，娘亲背着妹妹，你跟着娘亲好吗？娘亲，我们快去吧，妹妹已经快受不了了。你们再坚持一下，快到了。小娘子，你这是往哪儿去？小娘子长得挺标致啊。就是，小娘子陪哥俩好好玩玩。哎呀，小娘子陪哥俩好好玩玩。陈大刀，快滚！滚！乔夫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的2个孩子生病了，我要带他们去看大夫。镇上回正堂大夫都回老家了，现在镇上医馆根本就没有人。镇上不行，我就去京城。大兄弟，你能帮我借一辆马车吗？乔夫人，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行动不方便，不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娘，我难受。娘，我想爹了。乔夫人，你就别犹豫了。大兄弟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我就送到这儿了，你们保重。今天多谢你了。夫人太客气了，之前多有得罪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哎，让我先来。哎，让我先来。是我先来的，请你去后面排队。我现在咳嗽太难受了，你的诊金我帮你出，让我先看怎么样？我孩子现在情况很不好，不能让给你。方妈妈，天山雪莲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二小姐，天山雪莲品种珍贵，可惜6年前让乔薇那个小贱人用了一颗，真是暴殄天物。你提那个贱人做什么？你是在提醒我不如他吗？哎，老奴不敢。
瞧我这张贱嘴，没事提那个贱人做什么？二小姐，不要跟老奴一般见识啊！哪里来的土包子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惹火了我，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什么人在此争执不休？去把争执不休的人请走，不要影响其他人看病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我都说给你付诊金了，我不需要你的诊金。嚷什么呢？这里是医馆，不是集市。哟，瞧我这眼神儿，原来是侍郎家的二夫人。大夫已经坐定了，您快进吧。这不看人下菜碟吗？原来是你这个下贱货呀！告诉你，现在全京城只有我们灵芝堂开门，要是不想让你这两个小贱种死在你怀里，你跪下来求我呀！求我让你们进去啊！求我呀！娘亲不要下跪，我们没事，我们回家吧。哼。娘亲，哥哥说的对，你不要下跪，我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哼，呸！哼。公子，那位夫人似乎需要帮助，那两个孩子的状况也不太好。去看看吧。是。夫人，请问你需要帮助吗？原来是你们，这两个孩子生病了，灵芝堂不给我们看病，你能帮帮我吗？17，把夫人他们带回府上，让太医医治。是，公子。风疹，对不住了。太像了，简直和那晚的女人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就连这两个孩子，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风疹，对不住了，老夫无能为力。不可能，他们只是昨晚吃了虾饼过敏，怎么可能是风疹呢？什么过敏？老夫太医院行医30多年，何曾走过眼？老夫完全可以断言，就是大罗神仙来了都救不好。不可能，我是不可能看错的。难道说老夫眼拙？哼！公子，还请您帮我拿一些姜黄、金银花、白芍、生姜。17，快去。锦云、望叔，你们放心，娘一定会治好你们的。孩子们吉人自有天相，必能逢凶化吉，不用太过操心。公子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会好好回报。你喂完药了，也早些休息吧，这里会有人照顾他们。不，我要陪着他们。娘，我难受。不好，怎么又发烧了？古代没有布洛芬，所以只能给两个孩子物理降温。望叔、锦云，你们一定要挺过去。啊！乔小姐，真是不巧，大人的朋友生病了，他去宫中取药了，不在家。既然明修哥哥不在家，那我进去等。乔小姐，
属下说过了，大人不在，还是请你回去吧。还请您行个方便。好说好说。是你呀？你一个区区贱妇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要不是你把我从灵芝堂赶出来，我也不会在这儿了，不是吗？哎呦喂，我什么时候赶你了？你一个乡野村妇，竟敢口出狂言！看来我今天得好好给你点颜色瞧瞧。要好好给你点颜色瞧瞧了。哎呀，哥哥，外面是什么声音？这么吵！我家公子不在，二小姐还是改日再来吧。既然明修哥哥不在，那我就在门口等好了。自便。乔玉溪，明修哥哥，明修哥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今天在灵芝堂拿了天山雪莲，想要给你补身体，可是17直接把我们赶出来了。难道17没有跟你们说我不在府中吗？那17真是太不懂事了，他下手好重，手好疼呀。是啊，丞相大人，我家小姐身子娇弱，本想着进去歇息一番，没想到那个17直接把我们给丢出来了，可怜我家小姐受委屈了呢。房妈妈，别说了。既然17已经说过我不在府中，你们又何必在这儿久留呢？身子虚弱，就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明修哥哥，这个给你，你记得要用。对了，17说院子里住着的是你的朋友，是吗？是你该问的吗？既然明修哥哥不喜欢，那我不问就是了。明修哥哥，你不要生气，我立即回去就是了。还难受吗？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多谢公子相助，否则我这2个孩子可能都没命了。季叔叔，是你救了我们吗？坏了坏了，我家大人平生最讨厌小孩了。这个贱人，好大的本事，竟然直接住进了明修哥哥的私宅了。二小姐息怒，您才是她正经的未婚妻，那个贱妇算什么？我一定要嫁给明修哥哥的，敢挡我路的人都得死。是你救了我们吗？你们只是吃错了东西，你娘守了你们1夜，是她救了你们。谢谢娘，谢谢叔叔。无妨，小娃娃罢了，我抱得动。小孩子病了，有点粘人。就连这个小孩也跟我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。孩子们虽然退了烧，但太医说了，不能挪动。你们还是在府上多住几日吧。那真是太麻烦了。你糕点做得不错，若觉得不好意思，那多做点便是。公子若是喜欢，自然是要多少有多少。你要做呀，也得等孩子们痊愈了，你先多陪陪他们吧。去查一查那个女人和孩子的来历。公子的意思是？我总觉得他们眼熟。属下立马去查。公子，这女子是恩伯府那个失踪的大小姐乔薇，15年前父母双亡，爵位也被二房的人给抢走了。之前恩伯府的人都说她勾引印王未成，跟野男人私奔了，找不到她。现在看来怕是谣传。这二房的人手段还真是凌厉，抢走了大房的爵位不说，还让他的女儿乔云熙成了嫡长女，来应承我们丞相府的婚约。真要较真起来，
这乔薇才应该是您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可是她失踪多年的未婚妻早就是2个孩子的娘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难道真是他？6年前的那个夜晚，留在深处的记忆，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，那曾经的旋律却不能再次响起，是否我们无法逃避早已注定的结局？真的是他吗？那2个孩子。多谢公子相助，孩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夫人这是何意？毕竟只是萍水相逢，已经在公子府上住了这么久，既然孩子已经没事了，那就带回家慢慢调理就是。我是来跟公子告别的。孩子甚小，何必如此折腾？已经打扰了公子这么久，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若是再继续住下去，就有失体统了。夫人可知我是谁？啊，敢问公子大名？姬明修。姬明修，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啊？这不是原主那未婚夫吗？怎么会这么巧？不是吧？那他现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不会认出我是谁了吧？还未曾请问姑娘芳名？我一个乡野村妇能有什么好名字啊？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叫的马车还在门口等我，就不打扰公子了，我先告退。送你吧。来，回家。坐好。来，我们回家了。不要，我要和17叔叔玩。既然是丞相府的人，想必应该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吧。这个贱人竟然敢不知廉耻的勾引公子，简直该死！二小姐息怒，这既然该死，就让他去死好了。这件事务必要办得滴水不漏，不能露出一点的马脚。请二小姐放心，奴婢一定会办好的。公子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感激不尽，日后若有机会，一定会报答。来，我们回家了。17叔叔，我要回家了，我会想你的。小丫头，回去好好养病，等叔叔有时间了会去看你的。走吧。17叔叔再见。大娘，微微，你来了。怎么了？不好了，我家出大事儿了。慢慢说，别着急。我媳妇儿她不好了，产妇难产了，孩子的脚先出来了，这只怕是要1尸2命啊！别着急，要不然让我试试。怎么我也是生过2个孩子了？你生过2个孩子就了不起了，稳婆都没有办法，弄不好会1尸2命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我好歹也是真正的医学专家，怎么还看不了产妇生产啊？大娘，让我试试吧。微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我去看看。这怎么办呢？都别乱动，听我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胎位顺回来。稳婆，你去按住他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孩子的1只脚已经出来了，这就是难产。怎么可能？我说了，按我说的去做。这事成了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去按住他。快，坚持住，用力，用力！你这样会害死他的。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按我说的做。
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我这一死，但我的孩子不能有事。你放心，你跟孩子都不会有事的。用力！快要生了，你要坚持住！使劲儿，使劲儿！用力，用力！他接头了，他接头了！生了，生了！哎呦，生了，生了！哎呦，男孩，是个男孩！恭喜恭喜，是个男孩！啊，真的吗？母子平安！真的，赶紧的给我，让我看看我的大孙子。哥哥，看小弟弟，哎呀，好可爱！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哎呀，是刚才那个小姑娘给产妇正了胎位，厉害，真太厉害了！我干了这么多年的稳婆，都没见过这一招。那个小姑娘可真是太神了！恭喜你啊，小薇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你好好休息。恭喜啊，大娘！微微呀，谢谢你啦！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这孙子就没命了。大娘，您客气了。当年要不是您，我这2个孩子早就没命了。恭喜大娘当奶奶了。等孩子满月了，来我家喝喜酒啊！一定来。嘿，大娘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照顾好孩子。好嘞，路上慢点儿。再见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啊！这就是乔薇的家，2个孩子都在。谢谢啊。娘亲，金云，娘亲，哥哥被抢走了。大叔不哭，娘亲一定会把哥哥找回来的。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娘！哎呀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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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直系叔叔救命！他要杀我！你是印王的手下，说废话，把孩子交出来！17，杀！公子，这印王的亲衣卫怎么会随意杀害一个小孩？我看这孩子长得和王爷倒是有几分相似，该不会是王爷在外的私生子？这件事儿我们还是不要掺和比较好，否则就是跟印王作对，这孩子留不得。跟谁长得像，就是谁的孩子。我看他跟我也很相似。公子，你脸上的伤……没事，已无大碍。这也可以，这也太像了吧？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来路？你怎么会被人追杀呀？不知道，当时我在睡觉，他忽然闯进来的。那你娘呢？我娘不是他的对手，被踹了一脚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锦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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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娘亲，我没事。吓死娘了！熟悉的天气，娘亲，是这个叔叔帮了我们。似乎那次我们相遇，不会又是你救了我孩子吧？就是我。啊，这是什么缘分啊？啊，
谢谢你。我家就在前面，要不去我家坐坐？这3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去你家坐坐，合适吗？你救了我们这么多次，请你去我家坐坐也是应该的。哼，你不过一个农妇，怎么惹到印王府的人？印王府？他什么时候跟印王府的人有关系了？难道说6年前跟原主发生关系的人是印王？我不认识什么印王。哦，我发现你跟恩伯府的2小姐长得有几分相似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跟我未婚妻长得很像。啊？未婚妻？完了，原主还真就是他的未婚妻。只是这2个人应该是没见过面，不会真的被认出来了吧？要掉马甲了。你我3番2次相遇，也算是天赐良缘。怎么？要不然考虑考虑我？考虑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人怎么说这么多没头没脑的话？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还是爱上我了？我没什么好送你的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皮蛋，是些新鲜玩意儿，你可以尝一尝。你这算是为我洗手做羹汤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明天早上来接你，有事相求。好，那我在家等你。嗯。这对话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呢？马上就要回府了，还想麻烦你为我奶奶挑2件礼物带回去。这种事情，公子怎么想到我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怎么感觉有点暧昧。咦，公子到了。嗯。乡野村妇粗鄙不堪，还请公子多多包涵。无妨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其实选什么礼物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公子的心意。若是公子能有时间多陪陪老人家，可能会比送这些贵重的礼物更让老太太开心。啊，这个不错，很适合你。不是吧？这簪子在古代不是可以随便送人的吧？啊，公子，这个我不能要，太贵重了。你戴起来这么漂亮，你收下吧。我真的不能要。我说了，这个适合你，你戴起来漂亮。那谢谢公子。夫人，我就要回京城了，如果有事情的话，可以来四合院找我。公子已经帮我这么多了，我自己会照顾好2个孩子的。哦，对了，没有见过孩子的父亲，你夫君呢？其实这2个孩子是遗父子。遗父子？难道说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？你是没有夫君，还是什么？公子是想问？啊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随口问问的。那就请公子相信，就是我说的那样。咦，好可爱呀！公子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在路上吃吧。多谢夫人，我有时间会来看望你和孩子的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？
我一向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做人，也就前些日子的时候跟乔玉溪起了争执，这些人只怕是他派来要我命的。好一个恩伯府，我还没去找他们麻烦，他们反而先来找我，哼！都给我等着！我要是不把之前抢走我的东西给要回来，那我不白来这一遭了！哼！老夫人，玉溪来了。老夫人，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糕点。哎，二小姐有所不知，天气太热，这太医说老夫人肠胃不适，所以就不能吃这些甜食了。都是我的错，竟是不知道这些。老夫人，您身体可好些了？无妨，你呢也是好心，只是啊，这天气实在太热，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能拿来给老夫人？这能吃吗？老夫人，这是皮蛋瘦肉粥，现在京城最流行的小食，这还是公子亲自排队给您买回来的。哦，公子对您可真好，知道天气炎热，您没有胃口，给您亲自买来了这些，您快尝尝吧。这是公子送过来的，说是哄您开心的。这臭小子呀，还算有点良心，只是送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要抱重孙子，这未婚妻就在眼前，也不着急成婚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老夫人别急，公子刚刚回来，许是公务繁忙，等他忙完了，一定会愿意成婚的。你这孩子就是听话懂事，若真的能有你做我的孙媳妇儿，我就放心了。老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会跟公子成婚的。我看这皮蛋瘦肉粥不错，明日啊，我再去给你买一些回来。哎呀，你可算是来了，我等你等的脖子都长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皮蛋是真厉害，现在已经风靡全城了。我们酒楼以后还得指望你的松花蛋。这次又有100个，你再看看。小二，给我装1篮子松花蛋。哎，好嘞，您在这稍等。看见这老太太吗？她跟我有仇，到时候给她卖贵一点，就200文一个，反正她有钱。你真是没出息，既然有钱，200文算什么？卖5两银子一个。还得是你呀！娘亲喂你吃皮蛋，这皮蛋啊，好吃又便宜。那不是失踪已久的大小姐吗？怎么还活着？还生了2个孩子。夫人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大白天的喊什么喊啊？奴婢看见大小姐了，还带着2个孩子呢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难道又活过来了？夫人，若是这大小姐真的回来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一切的一切可就全都完了呀！怕什么？那又如何？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。她一个柔弱女子能掀起什么浪来？等玉溪嫁入丞相府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快去把玉溪叫过来。还是娘，你找我？玉溪，你最近跟金明修怎么样了？娘，一点都不好。公子最近跟个寡妇纠缠不清，还有2个孩子，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外室。放心，就算是外室又如何？等你嫁过去了，做了当家主母，捏死一个外室，还不是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？你现在啊，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嫁过去。娘，公子最近都不理我，也没心思扑在那个贱人身上。那又如何？他不喜欢你，可是老夫人喜欢你啊。你只要在老夫人身上多下点功夫，只要拜了堂，就万事大吉啦。娘说的对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我一定要嫁给他。老夫人，玉溪呀，我看您上回吃的香，特意买了一些回来。天气炎热，您吃了也开胃啊。你这孩子就是听话懂事儿。对了，
来得正好，明修在家，你过去陪他说说话。老夫人，我是特意来看您的。你们本来就是未婚夫妻，应该多在一起说说话。绿珠，你陪乔小姐过去。是。大人，乔小姐求见。告诉她我在休息。可是什么？老夫人说让您过去吃饭，只要不是逼得下不了床，就必须过去。乔玉溪，我之前因为你是女孩子，我没有说那么难听的话，我没想到你现在脸皮这么厚。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再给你说一遍，跟我有婚约的人是你姐姐，不是你。可是姐姐她……我告诉你，你姐姐要是现在在的话，她开口让我娶她，我一定会答应的。可是姐姐她配不上你，她做出那样的丑事，她没有资格嫁进丞相府。就算她没有资格，也轮不到你。公子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姐姐，可是玉溪不信，除非公子可以拿出说服我的理由，否则我誓死不会放弃这婚约。我有孩子了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哼！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娘，公子说他有孩子了。什么？你听谁胡说八道的？这是公子亲口说的，这怎么办？我不能嫁进丞相府了。先冷静下来，老夫人可知道这事儿？老夫人她应该不知道，她这么急着抱重孙子，若是知道了，不会这么急着催我们成婚的。老夫人还不知道这件事儿，那么这件事情就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你想想看，金明修在外有了孩子，却不敢跟家里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，要么这件事情就不是真的，要么就是那个女人身份低贱，不配嫁进丞相府。这个女人的身份肯定非常低贱，带回去老夫人都嫌弃，都嫌丢人现眼的那种。既然如此，生了这样的孩子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只需要摆出一副大度的样子，把那2个孩子直接接到自己身边养活就可以了。到时候大大方方的做你的主母，老夫人啊会格外疼爱你的。那孩子的娘怎么办？一个身份低贱的女子罢了，就算嫁进丞相府，也不过是个妾罢了。到时候她没了孩子，就没了依靠，就等着老死吧。等你有了孩子，那可是丞相府的嫡子，多尊贵啊！那2个外室生的低贱庶子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娘，明修哥哥说他不要我，只要乔薇，还说如果乔薇站在他面前，他马上娶她。娘，这可怎么办？放心，丞相府的主母位置只能是你，谁也抢不走。你呀，只管去讨好老夫人就是了。什么时候老夫人非你不可了，什么时候这事儿啊就算是成了。娘对我真好，可是她……乔薇，就算你现在活着，也必须马上死。恩伯府，你别想回来。妹妹，你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娘亲，我们去玩了！啊，你们俩慢点！你这个贱人，带着2个孩子是要来勾引我的明修哥哥吗？我没有要勾引你的明修哥哥，我是带我孩子来逛街的。说得好听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。你这个贱人，我警告你，离我的明修哥哥远一点。你要是这么担心你的明修哥哥，怎么不把他拴在裤腰带上？你这个贱人，带着2个来历不明的野种还敢抓我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说谁是野种？我说你的2个孩子是野种，我说他们都是野种。你再说一次，他们就是野种。哪里来的贱民，瞎了你的狗眼，敢挡我的道！
是你的马乱跑，差点撞倒了我的孩子。放肆！敢这么和本小姐说话，今天我就要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在大街上斗殴！这位大人，我可以作证，都是这个女人主动挑衅，带着2个孩子在大街上公然讹诈这位小姐。我没有，是她的马差点撞到了我的孩子，还要出手打我，所以我才还回去的。我是将军府的多罗明珠，这个女人讹诈我。多罗公主，何人讹到将军府头上了？真是放肆！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的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带走！放开我！你凭什么抓我？不是我的错！娘，凭什么抓我？你是谁？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。小姐不必客气，我也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你是个有意思的人，我会记得你。哼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那个贱人。多谢小姐。老夫人。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脸……没什么，有人在大街上公然讹诈将军府的多罗小姐，我说了2句公道话，就……放肆！哼，皇城内竟然有人敢如此放肆，到底什么人？是一名叫做巧薇的女子，她和2个孩子已经被关进了大牢，只是这女子平日里惯会勾引公子，怕是会借着公子的名义作威作福，那些人只怕也拿她没有办法。什么？竟然还敢勾引明修！哼，带着2个孩子还这么不安分，真是该死！残花败柳之身，还妄想着丞相府，哼，真是可笑。绿珠，你去告诉大牢那边，让他给我好好收拾这个女人。是，老夫人不可呀。公子现在很喜欢那名女子，只怕会生气。更何况，到时候若是闹起来，丢人的还是我们丞相府呀。哼，他还做不了我的主。绿珠，去告诉明修，我要上山拜佛，让他陪我一起去。是。这个乔玉溪也不知道给奶奶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好端端的怎么就要去拜佛了？又在搞什么花样？乔玉溪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你问玉溪做什么？是我叫你来陪我上山拜佛的，怎么你有意见呢？到底把乔薇怎么了？公子，我没有。说。他顶撞了多罗郡主，被抓去大牢了。叫！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！哎呀，奶奶，你看他。不哭，我给你做主。哎呀，娘，娘，娘，我害怕。住手！多罗明珠，就算是他们犯了错，也有律法在上，轮不到你滥用私刑。17，公子，给我查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。姬明修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我若连这点闲事都管不了，这丞相不当也罢。去，把做伪证的乔玉溪给我关起来，顺便给徐氏送个信儿。是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当时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怎么还在这儿？滚！贱妇！咱们走吧。哎，小心！
其实，我可以自己走的。若是被别人看到，丞相的名声可就全没了。无妨，我又不在乎这些。不，我在意。我带着2个孩子，不能连累你。放我下来！那天是被拖出去的，鞋子丢了一只，脚也被磨破了，现在还在流血呢。这个季明修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居然敢把玉溪给关起来，还说想救人就要退婚，简直是太荒唐了！二小姐被关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二小姐从小就没受过什么委屈，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我们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啊！走，跟我去牢里，一起去找玉溪商量对策。这婚姻事小，人命要紧呐！季明修执意要退婚，若是你不同意，怕是出不去。不，我不退，我就是死在这里，我也不退婚，不退婚！傻丫头，娘怎么可能让你在这里吃苦呢？娘，没有了这枚亲事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枚亲事不能退，不能退！到底是谁害了你呀？就是那个带着2个孩子的寡妇乔薇。怎么又是乔薇那个贱人？怎么老是阴魂不散？早知道6年前就应该把她弄死。不对，15年前就应该让她和她的爹娘一起去死。夫人慎言，阁下有耳啊！我们绝不能输给那个贱人。是，娘，你想想办法救救我，我不要退婚，我只要明修哥哥。娘知道，你先暂时在这里委屈一下，娘马上就给你想办法啊。燕王应该还记得6年前那个晚上吧？6年前？你什么意思？听说皇上很喜欢昭王的孩子，还册封了皇长孙。可是这真正的皇长孙应该是王爷您的孩子才对啊。你是说他6年前留下了那个孩子？只要燕王能答应帮我救出我的女儿，这皇长孙的消息嘛，我自然会告诉您的。小事一件，说吧，本王的孩子在哪？皇室血脉怎么能流落在外呢？那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在犀牛村。犀牛村？这燕王发话，我不敢反驳啊，所以乔玉溪已经回家了。这恩伯府真是给脸不要脸！我本想让大家和和气气就把事儿给办了，没想到他们还蹬鼻子上脸了。看来是该给恩伯府找点事干了。你先下去吧。17，去告诉宫里，给恩伯侯找点刺激的。是。疼，轻点儿。夫人，你的伤口虽然是擦伤，但是伤口很脏，不处理怕会很严重啊。我知道要消毒，但这是我的脚，不是猪蹄子，是真的。你们下去吧。是，大人。是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痛！别动。这是人说的话，真的疼啊！你生气了？没有。你不用这样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京城人多，你以后出门小心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这次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已经没事了，先带孩子回去了。我待会儿送你回去。不用对我这么好，我会上头的。季明修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好看？没有，我胡说八道的。我送你回去。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可以走，放我下来。娘，你终于出来了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娘，他们怎么会放过我呢？自然是有娘的办法，找了燕王。
乔薇那个小贱人想要嫁入丞相府，做梦去吧！他和燕王有什么关系？好孩子，这些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放心，有娘在，娘一定会帮你达成心愿的啊！走，咱们回家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这么慌乱呢？家里出事了，侯爷出事了，走，你快回家看看吧。恩伯侯医术不精，害得宫中贵人流产，已经下了大狱。这不可能，我家侯爷绝不会用错药的。丞相大人说用错药了，那就是用错药了。夫人，其实侯爷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间，我家大人还等着夫人您的答案呢。林妈妈，去把婚书拿来。是。不，娘，我不退婚。你疯了！你爹现在还在牢里，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。你为了一纸婚书，什么都不要了，是不是？夫人，夫人若是早如此，那侯爷也就不用受此惊吓入大狱了，不是？告辞。娘，为什么要把婚书给他？那我怎么办？我和明秀哥哥怎么办？不过是一纸婚书罢了，有什么可金贵的？我倒要看看这姬明修怎么把一个死人抬进丞相府。娘，有婚书的时候，明秀哥哥就不要我。现在没有婚书了，他更不会多看我一眼。你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把婚书给他们？闭嘴！哭什么哭？像什么样子？现在赶紧回你的房间去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。林妈妈，去给我找歃血盟的人过来，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要乔薇母子3个人的命。夫人，这样做会不会动静太大了？我说了，我只要乔薇母子3人的命。是。有！怎么是你？主上，这样的女人只会连累你，她该死！放肆！只要能让主上开心，属下万死不悔。是谁让你来的？说！恩伯侯府徐夫人，滚回去，自己领罚。宝贝，别怕，娘亲会保护你们的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没有保护好你们。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，以后也不想。我跟乔依稀退婚了。他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我会解决好恩伯府所有的事情，你等我。你回去吧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2个孩子也很害怕。你回去吧。等我。娘亲，我不哭了，我们不怕。娘亲，他喜欢你。小孩子懂什么啊？他对所有人都冷漠，只对娘亲格外关心，这就是喜欢。喜欢又怎么样？他是丞相，我是带着2个孩子的村妇，我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哎呦！季明秀这个混账东西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！娘，歃血盟也不行吗？都住口！快去叫大夫来！娘，腿好疼啊！娘，昏头了是不是？你敢招惹姬明修，是不是疯了？你难道想让我们全家跟着你一起去死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侯府！你少废话！这段时间就不要出门去招惹是非了，看好你的一对儿女，否则的话，就别介意我换个夫人。啊，娘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王爷，
您看那个孩子，那简直跟您长得一模一样，这肯定就是你的亲骨肉啊！这还真是本王的孩子。岂止不亦乐乎？昭王的那个孩子笨得呆呆的，背个三字经，父皇就喜欢的不得了。父皇要是见了这个孩子，肯定得更喜欢。本王必须要把孩子带回去。哎，王爷，你已经跟将军府大小姐有了婚约，多罗小姐性格跋扈，恐怕容不下这个孩子。再说了，孩子他娘该怎么办？他要是听话，给个侧妃的位置；要是不，那就只好去母子流了。再者说，这是本王的孩子，本王自然是要带回去。走，去乔薇家。是。乔薇，你找谁？本王找你。啊？怎么？6年前春风一度不认识我了？6年前春风一度。你谁啊？乔薇，你上了本王的床，还不知道本王是谁吗？这该不会是那个毫无担当还背刺原主的王八蛋翼王吧？他找上来做什么？你带本王的孩子住这破地方？你的孩子还在装傻。6年前我睡了你之后，你就怀孕了，给我生了一儿一女，不是吗？王爷这话我听不懂。本王的孩子自然是要跟本王回去的。至于你，好歹也给本王生了2个孩子，你要听话的话，给你个侧妃之位，保你衣食无忧。王爷，怕是记错了吧？这2个孩子跟你没有关系。这2个孩子跟本王如出一辙，怎么可能没有关系？哼！滚！这2个孩子都是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放肆！你敢杀我？我呸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这个不负责任的软蛋！我这2个孩子都坦坦荡荡，哪一个跟你一样？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！泼妇，无知泼妇！泼妇？你说谁是泼妇？你说谁是你的孩子？无知泼妇！你再过来，我砍死你们！滚！泼妇，无知泼妇，真是个泼妇！王爷，你看，那不是姬明修吗？乔薇，他们2个这个样子，好像很熟练的样子。难道说他们2个早就染指了？别动，你头上有个草屑。竟然给本王戴绿帽子，真是下贱！哎，王爷息怒，这只怕眼下会更麻烦呢。本王的孩子，本王一定要带回去。至于那个女人，不要也罢，但是也不能如了姬明修的意。王爷打算如何？事还没搞清楚，先回去。本王要好好试探一下，乔薇和姬明修到底什么关系？谁？丞相郝尔立。应王殿下，你半夜不睡觉，跑到我府来干什么？本王来自然是给丞相带个消息。大可不必，你的消息不听也罢，请回吧。本王找到了乔薇母子。乔薇，你的那个未婚妻，6年前本王也是身不由己。他可能看不上你那小小的臣子之位，爬上了本王的床，还给本王下药。哦，当时也不知道丞相不介意，要早知道的话，当晚就把人送给丞相。还好没送过去，这要送过去了，这不是丞相帮本王养儿子吗？哦，对了，当天晚上我一怒还刺了他一剑，现在想想还有点小心疼啊。丞相难道就不想知道本王的孩子是谁？就是那个神通笔试考了第3名的那个孩子，叫乔景云。你当时还额外赏赐了他50两呢。
没想到丞相有这个癖好啊，喜欢给别人养儿子。没想到丞相有这个癖好啊，喜欢给别人养儿子。他不是中了毒，不能用武功。怎么？难道说真的对那个贱人动了心？动心好，动了心就是有弱点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查，给我查清楚，那2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应王的？是。公子，公子。哟，这么丰盛，该不会是在等人吧？让本王猜猜，等的是谁？该不会是姬明修吧？翼王很喜欢不请自来。他不会来了。他知道你给本王生了一个孩子，下江南治水去了。哼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？你和他这么亲密，他没告诉你啊？你真是个太平洋的警察，管得真宽。你好歹也是个王爷。随你怎么说，本王劝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姬明修，京城第一权贵，呼风唤雨，他能缺女人吗？你一个生过孩子的残花败柳，真以为他能让你进他家门啊？哎，他去江南治水，根本就不是我父皇指派的，是他自己要去的。这么迫不及待离开，你猜是为什么呀？哼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本王今天就是来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回去。我说了，这2个孩子跟你没有关系，请你出去吧。你堂堂一个王爷，纠缠我这个农妇，传出去，不怕人笑话吗？你不会还在痴心妄想吧？还以为姬明修会搭理你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他去了哪里，那你可以等他回来，自己亲自去问。本王说过，3、5个月他是回不来了。跟本王回去吧。本王说过会善待你们母子的。你的善待不会就是给口饭吃，饿不死吧？3、5个月也好，3、5年也好，我愿意等。乔薇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本王今天就是要把孩子给带回去。你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来人，把孩子给我带回去！本王今天就是要把孩子给带回去。来人，把孩子给我带回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哼，乔薇，我说了，这2个孩子不是你的。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你凭什么说这2个孩子是你的？你有 DNA 吗？你有证据吗？既然你证明不了这2个孩子是你的，你就休想带走我的孩子。6年前分明就是你。是我什么？你有照片吗？你有视频吗？而且你怎么不撒泡尿自己照照镜子？就你根本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孩子。乔薇，事已至此，你不会还以为你能做主？想要带走我的孩子，除非我死。你堂堂一个翼王，竟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2个孩子身上，什么骨肉亲情？你不就是为了讨皇上欢心？真是可笑。本王是一定要把孩子给带走。乔薇，你不会以为你能打过我的轻衣卫吧？何况刀剑无影，伤着孩子可就不好了。把孩子给我带走！孩子，娘亲，娘亲，我跟你回去，不要伤害我娘亲！不要！乖孩子，只要你乖乖跟父王走，父王不会伤害任何人的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妹妹的。锦云，不要！带走！我说，娘亲，我说，锦云，我说。快，别哭了，想要吃什么，父王给你买。来吃。我要娘亲。
我们跟你回来只是为了保护娘亲，我们不认可你是我们的爹。你们现在还小，你们不懂，这里是王府，只要认我当父亲，你就是小姐，你就是公子，有穿不尽的好衣服，吃不完的好吃的，不知道比那些低劣的村民高出多少倍啊！啊，懂不懂？娘亲说过，富贵不能淫，你不是我们的爹爹，如此卑劣的你，也不配做我们的父亲。我要娘亲，你就是一个坏人，你还打伤了我们的娘亲，我讨厌你。别哭了，你们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，如此不懂事，那就把你们关在这里，什么时候懂事了，再给你们东西吃。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？妹妹不怕，我们一定能回家的。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你！乔夫人，你要跟……这是7日断肠散，没有解药，你活不过7天。好狠毒的女人！说，你们到底把我女儿藏在哪里了？我印的孩子自然是在王府。别耍花样，说，他们到底在哪？在东边的碧水院。哥哥，我想娘亲啊。妹妹乖，娘亲很快就会来救我们的。哥哥，你说娘亲她会不会死啊？皇叔，娘亲，小点声，娘带你离开这鬼地方。哎呀，快走啊！快点，快！快走！啊！别动！把这个婊子杀了，孩子夺回来。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把本王的孩子夺回来！你们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去江南了吗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咱们先离开这儿。你为什么总是3番5次的帮我们？把话说清楚。这里危险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乔薇，乔薇，你们跟我走。你别过来，你把剑放下。我可是王爷，你杀了我，你也得死。太好了，娘亲没事了。你醒了。哎，慢点。娘亲，你醒了。娘亲没事，你们2个先出去玩，娘亲跟叔叔有话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出去玩吧。你知道自己伤得很重吗？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解释？你说你的脾气怎么就这么倔强？到底给不给？我之前身中剧毒，需要整日戴着面具压制毒性。我之所以说我去了江南，是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疗伤。现在我已经痊愈了，可以做个正常人。你是不是因为我有2个孩子，怕我纠缠你，所以才躲着我的？当然没有躲着你，更没有嫌弃你啊。我也不知道这2个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当时情况有点特殊，但是我敢保证肯定不是硬网的。
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反正我已经生了2个孩子了。鹰王这个不要脸的，竟然说锦云像他。其实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觉得锦云跟你很像。6年前，我的确发生了意外，和一个女子欢好了一夜。但是我当时毒性大发，神志不清，醒来的时候，身边就已经是乔玉溪了。啊！怎么是你？明秀哥哥，他直接把这件事情闹到了我奶奶面前，所以后来才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我敢肯定，那天晚上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他。乔薇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调查清楚。你是觉得我跟6年前跟你云雨的那位女子很像，所以才对我们百般照顾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喜欢你在我身边的感觉罢了。你知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这段话是什么意义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呢？那个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调查清楚？尽快。好，那我等你，我只要一个答案。只要一个答案？嗯，不要其他的。父王，你可要为儿臣做主啊！鸡鸣秀区区一个臣子，竟当街暴打儿臣，简直没有把皇上的脸面放在眼里啊！你堂堂一个亲王，当街抢劫妇孺，甚至还想动手杀人，难道本相就不应该秉公处理吗？荒唐！你竟然如此的放肆！儿臣是冤枉的，那2个孩子根本就是儿臣。丞相，您的密信。印王，本相还是劝你不要自取其辱吧。那个女子跟你没有关系，2个孩子跟你更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胡说！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6年前乔薇爬上了本王的床，那2个孩子跟本王长得如出一辙，怎么可能没有关系？当时印王神志不清，怎么就能确定那个人是乔薇？更何况要论长相，那2个孩子跟本相长得才是一模一样嘛。皇上，臣还有私事要处理，先行告辞。你站住！你要去哪里？本王警告你，你离本王的孩子远一点，那是本王的骨肉，不是你的。真是可笑至极，没想到印王还喜欢帮别人养孩子。不过本相的俸禄够用，能养得起自己的孩子，就不劳印王您费心了。乔薇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6年前，你的确是被人下了药，扔到了印王的床上。这不可能！那天晚上的男人绝对不是印王。我毒性发作，迷失了心智，跟你纠缠了一夜之后，我便昏死过去。后来被徐氏发现了，就打晕了昏睡的你，把你送到了印王的床上，把乔玉溪脱光了，送到了我这里来。他们制造了这一切。你说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徐氏那个女人捣的鬼？她怎么这么大胆，竟然敢在同一时间设计陷害一个丞相和王爷？她是不想活了吗？真的是丧心病狂，令人作呕。不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17，公子，人我带来了。当年就是徐氏那个毒妇给了奴婢一些钱，让奴婢给乔小姐下药的。小贱蹄子，还敢爬鹰王的床，不知羞耻！已经等到宫里的消息了，那个小贱蹄子也不用留着了。放心吧，夫人，我会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让那个小贱人死都不会瞑目。后来乔小姐逃走了，
奴婢进去查看的时候，发现了兽性大发的印王，然后就被他……后来奴婢害怕东窗事发，完事之后就连夜逃走了，所以印王并不知道那天晚上的女子是奴婢。不是，这印王他有病吧？记不清脸，这身材摸不出来吗？自己分不出来高矮胖瘦，醒了还就给了我一刀，什么仇什么怨？现在真相大白了，6年前跟我在一起的女子就是你，所以那2个孩子也是我的。哥哥，你看它好可爱呀！那我们再养一只小狗。好啊。这个女人留着还有用，千万不要让她死了。17，乔薇，对不起，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。我没觉得委屈，2个孩子像天使一样，我不后悔生了他俩。我们俩本来就有婚约，现在又有小孩了，你呀跑不掉了。我本来也没想跑，是你一直都不承认，我还以为你嫌弃我生了2个孩子呢。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只是没有查清楚罢了。那如果这2个孩子不是你的，你是不是就不理我了？那我也会努力的说服自己，把他们2个当成亲生的。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那些婚约，也不是因为2个孩子，是我单纯的喜欢你。不要一本正经的跟我说这么暧昧的话好不好？这很可爱哎。芥末轻软云流，过上蒹葭沿路一鬓小姐哀愁。云作长风流，轻骑山径川溪，洒踏纵酒。浮影相对高楼，晚风真笼子有渺守孤的头舟。缘起尽影偶，明心如一足够。醉烟雪。你以后怎么打算呀？3书6礼，大教入门。那不行，15年前他们害死了我爹娘，拿走了属于我们大房的东西，我要把他们夺走的东西全部都拿回来。好，我帮你。不，我要凭自己的本事拿回来。你身子不好，拿着这个出去散散心，2个孩子也被吓坏了，带着他们。不过我明天有公务，不能陪你们了。这个贱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我好不容易出来玩几天，一直被关在家里，结果就碰上这么个晦气的东西。房妈妈，把他赶走，我不想见到他。是，小姐息怒，老奴这就去。你们俩慢点儿！站住！你一个乡野村妇，下贱的破烂货，有什么资格来这儿？赶紧滚！这是哪来的狗在这乱叫？我去哪儿，关
关你什么事？哎呦喂，告诉你啊，能来这儿的都是达官显贵，像你这种破烂货没资格来。你但凡还有一点脸皮的话，就赶紧滚吧。现在我有资格了吗？这是明修哥哥的令牌，凭你也配拿这个令牌？我看分明是你勾引明修哥哥，求着他给你的吧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是你明修哥哥求着让我收下的。你抢走了我的身份，顶替了我的婚约，但是在冥冥之中，我们还是遇见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2个孩子是你明修哥哥的。你拼尽全力想要的东西，我只要动动手指，他就会双手奉上，是不是很讽刺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有时候真的很欣赏你的天真和愚蠢。我告诉你我是谁，我就是6年前被你们陷害的乔家大小姐乔薇。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就该是死了的。老娘忍了你那么久，现在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你这个冒牌货，你说我死了的，我为什么应该死了的？你说我不知道。你给我放开！6年前是你自己不知廉耻，勾引宁王失了脸面，自己在那待不下去，约到外面野男人跑了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宁王，野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2个孩子可都是我未婚夫的。倒是你这高贵典雅的2小姐，别人再三拒绝，还厚着脸皮往上贴，到底是谁不知羞耻？姐姐，你竟然还活着，为什么不回家？家里都很惦记你。我知道你怪我抢了你的婚约，那也是因为6年来你音信全无，恩伯侯府不能失信于人，才勉强顶替的。乔玉溪，你可真是个好演员。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还在这颠倒是非黑白，你是把所有的人都当成瞎子吗？啊！哥哥，娘亲哥哥被推下河了。姐姐都不认识，还把人家孩子丢下河。就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话说的，谁信呢？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我的姐姐。天底下还哪有这等人呢？对吧？就是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明修哥哥就是我的未婚夫，我没有。这大伙儿都眼里看着呢，谁信呢？还说没有？就是。二小姐，咱不和这帮庸脂俗粉一般见识。是谁呢？往哪儿走？小姐救命啊！哥，丞相来了。明修哥哥，舒儿不哭，告诉爹爹发生什么了。娘亲带我们出来玩，这2个人出来骂我们，娘亲反驳，哥哥就被推下水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娘对我们咄咄逼人，你哥哥是自己不小心掉进河里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什么？那你娘现在人呢？娘亲下去救哥哥了，爹爹怎么办？乔薇，爹娘！乔薇，舒儿在上面吓坏了，你赶紧上去安抚一下她，我去找景云。你一定要把景云救回来，一定要把她救回来，好吗？好，我一定会带回景云的。快上去！这么长时间，这孩子胸还挺少的，就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把你一片一片给活剐了。二小姐，救我！乔薇，救我！你别太过分了，你儿子是自己掉下去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给我闭嘴！如果你不想死的话，你就给我闭嘴！
这姐妹俩是自己眼见大了说呀。乔薇，明修找到了吗？你不要着急，这片湖应该是活水，孩子有可能被冲到下游去了。你不要担心，孩子一定会没事的。你们顺着河道给我找。是。景云，大人已经发现少爷，带路。锦云，她是微微，微微，我的微微，我女儿微微。老伯，这分明是个男孩，怕是你认错人了吧？是个男孩。就是女孩也不可能是我的微微。我的微微15年前这么大，15年后怎么可能还这么大？这人怎么如此眼熟？还有，他一直叫微微。15年前，微微，敢为您尊姓大名？你不认识我？那我就告诉你一个人，不要告诉别人啊。我是恩伯侯乔征。恩伯侯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是乔薇，爹，我是您的女儿。15年前，你和我娘被人陷害，下落不明。微微，你这是微微，你还活着！我找到我女儿了。爹，你知道你救的是谁吗？是谁？他是你的亲外孙，真是苍天有眼。我的外孙？那他怎么从河上飘过来的？谁把我外孙扔到河里了？说来话长，爹，他现在没事吧？没事了。我刚才给他针灸完，他就睡一觉起来就好了，没事的。微微，这个男的是谁呀？我发现他看你的眼神不一样，你要防着他点，他不是个好东西。爹，他是您的女婿，丞相姬明修，也是这2个孩子的父亲。拜见岳父大人。这事闹的，我刚找到我的宝贝女儿，又被别人给抢跑了。不过姑娘，你很有眼光，长得挺好看的，我喜欢。爹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娘亲，我不想吃药。不行，必须要吃，会生病的。娘，那你喂我好不好？好。慢点喝。公子，京兆尹上门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参见丞相。夫人，恩伯侯的意思是不想见官，想要私了，不知夫人您可愿意？当众谋杀是可以私了的吗？按照律法，只要双方愿意的话，是可以和解的。好啊，那就私了。那你就告诉恩伯府的人，让他告诉乔玉溪，让他带着5万两银子，亲自来我府上，给我和我的孩子磕头认罪。若是他答应，这状我就不告了。5万银两，磕头赔罪，他就这么说的。这个贱人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我们上门道歉？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人家只能去告状。哼！娘，我们为什么要低头？6年前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打死他？闭嘴！他现在背后是姬明修啊！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皇上的赏识，可你们做了什么？当众谋杀5岁的小孩，而且这个小孩还是受皇上嘉奖的神童，你们是不是想害死我呀？可是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我们的玉溪呀，要怪就怪那个贱人。我不管那么多，反正这件事情不能闹起来，你们马上上门道歉，马上给他赔钱，否则的话，你们就给我滚出去！哼！娘，我不愿意，我是绝对不会向那个贱人低头的。现在这个时候不低头也不行了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最后一搏。这是合欢骨，你服下此骨，把熊骨放在姬明修身上，到时候你们会不由自主的合欢，好事一成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嫁过去了。
我倒是要看看那个乔薇还这么猖狂。大小姐，老奴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老奴这条狗命吧。姐姐，娘亲说这些年你流落在外受苦了，让我来给你道歉。到底是一家人，骨肉亲情不能散呢。乔雨熙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都已经闹成这样了，竟然还有脸跟我说这些。这5万两银子应该是你们好不容易凑出来的。你放心，这还都只是一个开始。15年前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，我心知肚明。我要让你们欠我的一点一点还回来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要让你们把欠我们的一点一点的还回来。回去告诉你娘，让她把脖子洗干净。等死吧！乔薇，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你要道歉，我也来了；你要的钱，我也带来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老奴我就送给你了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别，二小姐，我是你奶娘，你不能说把我丢这儿就丢这儿了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你不能把我丢这儿。是你自己找死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再说了，姐姐心善，她也不一定会要了你的命。你的生死就在姐姐的一念之间。切！妹妹真是不小心啊！明修哥哥，我陪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的感情吗？滚！季明修，我倒是要看看，中了合欢蛊的你，还能不能继续冷漠硬气下去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合欢蛊的雄蛊。合欢蛊，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是男女欢好的东西，想必那雌蛊就在乔玉溪身上。你可真是有魅力啊，难怪人家对你念念不忘。怎么，这话说的吃醋了？我不能吃醋吗？我都给你生了2个孩子了。能，我巴不得你吃醋。既然他这么渴望男人，那不如将计就计，把这蛊用在印王身上，让印王来消受一下美人恩啊！怎么是你？贱人，你敢算计本王？不应该是你！印王，你和我有婚约，却在这里和这个贱人苟合，我要退婚！你听我解释啊！听我解释，都是这个贱人，他竟然算计本王。本王当然只有你一个人，只有你一个人。那他呢？刘公公，王爷，去恩伯府通知一声，把他纳入小妾。是。我不要嫁给印王做妾，我要嫁给明修哥哥，我要做丞相夫人。我跟明修哥哥有婚约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本王要你是给你脸面，也是给你恩伯府的脸面。后半辈子就待在王府里，生不如死，受尽折磨吧。这2个人也算是自食恶果了。这个印王可真是个烂人，他和乔玉溪还真是天生一对。我不想再提他们2个，吃饭吧。好，不提。哦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带着孩子跟我回去见见祖母？祖母听说我有孩子了，十分期待呢，想见见你和孩子。现在还不行，在别人眼里，我还是跟野男人私奔的贱女人。我这身上的污名还没有洗干净，自然
还是不能进丞相府。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在乎这些。我知道你不在乎，可是我在乎。我要让世人都知道，这恩卜府的阿杂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我愿意等你。你真的愿意等我？自然是愿意等。等会儿我要去一趟灵芝堂，毕竟那是我娘亲的产业，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夺回来。我陪你去。这件事情，我想自己解决。就是你们害死了我哥，我哥本来还活着的，可是你们医治过后，我哥就没气了。你们医馆到底是救人还是害人？你放屁！你哥哥送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，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讹诈我们。小子，你也不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敢在我灵芝堂闹事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这老恩伯侯在的时候啊，这灵芝堂挺好的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，对了，我上次还在他们药店买到了假药。是啊，这灵芝堂原本可是恩伯侯府的招牌，这现在看来嘛，已经是砸得透透的了。就是，这灵芝堂是越来越不像样了，居然还卖假药。这人是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郎中，我能救他的命。看，下针了，这是在干嘛呀？这老头，这是针灸。哎呦，神医呀，这是，还是活了，醒了。神医呀，神医呀，真厉害，这怎么就醒了？扎两下就醒了呀，真的太好了。谢谢你，先生，你真是妙手回春啊！刚还说人家来的时候已经死了，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对呀，我看你们这个灵芝堂啊，就是草菅人命。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是啊，人明明还活着，你们却说死了，怎么着？你们是仗着恩伯侯府店大欺客，草菅人命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年初来闹事那个人。哼，怎么着？现在又开始策划上了是吧？又想来讹诈我们？真是可笑，明明是你们草菅人命，怎么还成了我的错了？少他妈废话！谁敢在我灵芝堂这闹事儿，谁就得死！来呀，给我打！打起来了！快打起来了！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现在开药店的怎么比土匪还狠啊？爹，要是我爹有什么事，我一定让你们所有人陪葬。恭喜徐夫人！恭喜啊！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坐。恭喜徐夫人！好。夫人真的是厉害，如今那乔征被掌柜的乱棍打死，姑娘又嫁入了王府，整个京城谁还能够比夫人您更风光啊？乔征，贱命一条也配跟我争？该死的就该死！是。虽然只是燕王小妾，但是好歹也是跟皇家牵连了关系的。何况因为这件事儿，侯爷也跟着连升2级。若是日后真的有了一男半女的话，也可以翻身。这婚事可是比丞相府好多了，简直就是因祸得福。大家都吃好喝好啊！大哥，这不是老恩伯侯吗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不是被灵芝堂掌柜打死了吗？我是鬼，找你索命的，看到没有？巴不得我死。大哥，你还活着？嘿，你看我还活着，他也想我死。有这么好的弟弟，我一定得好好活着了。这不是恩伯府的老侯爷吗？不是说他15年前就已经死了吗？别胡说，什么死了呀？这是下落不明。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看来今天恩伯侯府有大热闹看了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太好了，大哥你还活着呢！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惦记着你，如今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也算团聚了，是吧？是。你看说的多好，我还活着呢，一家人可以团聚了，我还真以为你们不希望我回来了呢。大哥，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这些年你不在家，
我们夫妻俩也不过是替你支撑整个恩伯侯府罢了。大哥，你15年不回来，这恩伯侯府也需要有个主事的，不是？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得谢谢你们两口子啊！替我管理这恩伯侯府，还替我照顾到我闺女，把我闺女都照顾到乡下去流浪了，还带着俩孩子。你们做长辈的真做得出来呀？你们！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些年我对微微可是一直视如己出的，可她自己不检点，贪慕虚荣，明明都跟丞相有了婚约，非要跟那个什么印王搅和在一起，自己爬了印王的床，惹怒了印王，被刺了一剑之后，就跟其他人跑了。这6年来一直下落不明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们派人找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大哥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很无奈呀。你是派人寻找，还是派人追杀？微微，你说你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消息，如今你没事了，怎么不回家呢？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们一直找你找的好辛苦的？哼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胡说八道，信口雌黄，还这么说你侄女儿。微微，把你这么多年受的委屈和迫害，当着大姐的面说出来，让大家看看她是什么嘴脸，真不要脸的。哼！我说乔雨熙这么会演戏，原来根是在你这儿，都已经撕破脸了，还能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颠倒黑白，你可真是个高手。微微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可是你亲二婶。是啊，你可真是我的亲二婶，为了自己的女儿设计陷害我，把我送到了印王的床上。可是那天我逃走了，虽然我生下了2个孩子，可是那不是印王的。虽然我生下了2个孩子，可是那不是印王的。那天机缘巧合，我和姬明修发生了关系，所以这2个孩子是姬明修的。我们2个本来就有婚约，就算是有了孩子，也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。倒是你，眼看着女儿纠缠我未婚夫不成，又把她送到了印王的床上，你可真是辛苦。放肆！你胡说什么？玉溪跟印王不是我算计的。怎么不是你？要不是你把合欢谷给了乔玉溪，他们2个也不会大白天做出这种颠鸾倒凤的事情。真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微微，我知道你这些年流落在外，心中难免委屈，可是你不能这样随便污蔑自己家里人呐。我对你一向是疼爱有加，我念你从小父母都不在身边，处处顺着你，可你倒好，你居然故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的脸。你是会演戏的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个痛快。说，当年就是徐氏这个毒妇给了奴婢一笔钱，让我给乔小姐下药的。后来乔小姐逃走了，让奴婢进去查看的时候，发现了兽性大发的印王，然后就被他后来奴婢怕东窗事发，完事之后就连夜逃走了，所以印王并不知道那天晚上的女子是奴婢。没想到这徐夫人居然做出这么歹毒的事，好歹也是大门大户出生的，还不是欺负人家大小姐没有爹娘吗？这种人真不要脸，简直恶心。看看吧，15年前你花钱买通了歃血盟，陷害恩伯侯，想置他于死地，这件事你忘了吗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？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15年前，你为了爵位买凶杀人，可是你没想到，我们竟然都还活着。现在我们2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竟然还当着所有人的面颠倒黑白，怎么？你是把天下人都当傻子吗？好啊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我和我大哥兄弟情深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区区爵位，要害死我的亲哥哥，你这是要陷我于不义呀！
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做这么多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？如果他不死的话，我们一辈子都要做恩伯府的二房庶出。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？闭嘴！你这个黑心肠的毒妇，我们乔家容不下你了，就当众写下休书，你给我滚！滚得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回来，永远不要再见我的孩子！我为你生儿育女这么多年，我为你出谋划策这么多年，你居然现在这个时候把我一脚踢开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不走，他们胡说八道，他们没有证据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林妈妈，你一直都跟着徐夫人，应该见了不少事情吧？她把买凶杀人这种事情都做得这么理所当然，我劝你还是分清形势，将功折罪。大小姐啊，老奴该死啊，奴婢罪该万死啊！只是奴婢也没有办法呀。我要是不按照夫人的去做，我们一家人都得死啊！是夫人买凶杀人，是夫人想要丞相府的婚事，是夫人，是她害了老恩伯侯，也害了大小姐您的大小姐。你竟然敢出卖我！你这样的毒妇，我万万容不下你了！你给我滚！你疯了！你当真休了我？你竟然休了我！买凶杀人，陷害朝廷命官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拉回去严加审问。是。走。你不能抓我，邱仁生！我都是为了你呀，邱仁生！走。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有看清楚那个毒妇的心，都是我害了你啊，大哥。光说道歉有什么用？不如你做出点实际的东西来。对，那好，我马上就禀明圣上，把爵位都还给大哥，恩伯府的一切都回到15年前的样子。只希望大哥看在我们兄弟俩血脉相连的份上，不要赶我出去。我怎么会赶你出去呢？你是我的亲兄弟，你说你被那个女人蒙骗了，我也相信。你说你要把恩伯府还给我，我也相信你。你既然说要还我，那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东西还给我呀。大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斤斤计较？我就是客气客气，大家还当真了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看来这道歉假得很。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东西太多，一时间也都拿不出来呀。对，太多了。那就把擂台钥匙、房契账本拿出来。行。你怎么？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东西。来了，恩伯侯府的好东西，这就搬过来了呀。你还别说，你不拿出来，我都不知道我们恩伯府这么有钱。不过我对管理这些东西，不感兴趣。那以后还是把恩伯府交给乔薇吧。谢谢爹，早就该这么干了。因为她是我姑娘。做得好，我替你拿着。丞相带着2个孩子来了。娘亲，来，你不会刚才都围观了一切吧？这么精彩的大戏，自然是全城都看到的。那你是不是看到我像个泼妇似的发疯啊？你呀，在我心中就是最美的。诸位，乔薇是我姬明修的未婚妻，这2个孩子也是6年前一场意外留下的，但是我不后悔，甚至庆幸这2个孩子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礼物啊！恭喜丞相大人！这老夫人天天念叨着要抱重孙子，没想到已经这么大了呀！要不是徐夫人作孽，丞相大人一家早就团聚了。你们现在这么说，刚才恭喜徐氏的时候怎么不说？真是人嘴2张皮。娘亲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回家了？是啊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把我们赶出去了。既然大哥今天带孩子回来了，就是我们恩伯府大团圆的日子，我为我大哥接风洗尘。恭喜恩伯侯死而复生，平安归来。有人来看你了。
已经是阶下囚了，何必在意这些？你是来嘲笑我的吗？贱人！就算你是恩伯侯府的嫡女又如何？我是晋王的侧妃，我还是比你高贵。我不是来嘲笑你的，我是来给你送人的。人？什么人？进来。老奴参见二小姐。你怎么还活着？哼，让您失望了。二小姐当然希望老奴死啊，可是老奴这条贱命啊，她就偏偏还活着。妹妹，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府上的日子不好过，所以特意叫来了你最亲爱的房妈妈来陪你。怎么样，姐姐是不是很贴心啊？贱人，放肆！敢对大小姐不敬！贱人，我真后悔，6年前我没有杀了你。 6年前的乔薇早就已经死了，我不过是地狱归来的鬼魂罢了。若是让你好过，那我岂不是白活？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也不用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以后就和你亲爱的房妈妈好好在府上过日子吧。贱人！贱人！让我好好给你松松骨！多谢王爷给我这次机会。 6年前真不是你。事实就是如此，王爷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孩子跟本王如出一辙，怎么可能不是本王的孩子？他们真的不是王爷的孩子。王爷如此优秀，若是想要孩子，自然有很多女人排着队给王爷生孩子。为什么非要在意这2个孩子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本王真的很喜欢景云那个孩子。景云聪明懂事，自然是讨人喜欢。燕王殿下，明修还在殿外等我，我就先告辞了。 6年前本王赐你那一剑，并不是有心的。你没事吧？明修，都解决完了。有些话想跟徐氏说，带我去趟大牢吧。何必要去那么脏的地方？有一些话，自然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。丞相大人，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这个贱人，竟然还敢追出来！怎么，你是觉得我的笑话还没看够是吗？不是，我是有话还没有跟你说完。我只恨6年前没有杀了你。你是成功了的。6年前的乔薇已经死了，而我不是乔薇，我不过是老天爷看不过去，派我来替他报仇的人罢了。你在我面前装神弄鬼的干什么？乔薇，你不要以为你赢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死的，我早晚有一天会从这个牢里出去。别忘了，哼，我女儿可是应王府的侧妃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乔月山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推到了你的身上，皇帝知道了之后龙颜大怒，就恢复了我父亲的身份。我爹还是恩伯侯，而我依旧是恩伯侯的嫡长女。乔月山这个废物，简直是太不争气了，枉费我这么多年苦心筹谋。你恶事做尽，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说的对，你是不会死的，但是你将会永远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和这些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生活在一起，抱着你做不完的美梦，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你胡说什么？啊！乔薇，乔薇，我做到了，失去的一切我都帮你夺回来了，孩子也都还好好的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很抱歉，占用了你的身体和名誉，
你的2个孩子，我会照顾好的。这也是我的孩子。乔薇，你就安息吧。乔薇，谢谢你，你是一个好人。乔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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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刚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在祭奠我的一位故人。你怎么还哭了？没有，只是风沙太大了。金明兄，我问你，你喜欢恩伯侯府的那个嫡长女，还是你眼前的这个乔薇？有区别吗？有，你回答我。我喜欢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，喜欢你的沉着冷静，喜欢你那泼辣的性格，我也喜欢你眼睛里不揉沙子，喜欢你对孩子们的温柔如水。这样够不够？够。奶奶，奶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现在整个京城都传得沸沸扬扬的了，就我像个傻子似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倒是跟我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奶奶您听到的那个样子。真的有2个孩子？孩子呢？快让我看看。孩子现在在乔薇那儿，奶奶若是想看，我明日把他们带来便是。你跟那个乔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奶奶，6年前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乔玉溪啊，是乔薇。我们俩冥冥之中早就相遇了。那2个孩子也是那天晚上留下来的，一切都是天意。还有，乔薇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声名败坏的女人，她从始至终就只有我这么一个男人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，这种事情我怎么敢骗奶奶？既然如此，你总该先让我见见这个未来的孙媳妇吧。好，我明天把他们带来便是。怎么办？我有点紧张。不用怕，奶奶可喜欢你们了。走吧。奶奶，这就是乔薇和2个孩子。是你呀！太奶奶好，好，爹爹说你可喜欢我们了。太奶奶，这是娘亲做的糕点，太奶奶尝尝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重孙儿，小姐云拜见太奶奶。哎呦，起来起来，好好好！哎呦，哎呀，你把2个孩子教育得这么好，可见你是个好人。都怪我不好，都怪我老糊涂了，竟然听了外人的话，怀疑你。老夫人，您言重了，不是您的错，都是他们的错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还叫我老夫人？过来，快去吧。老夫人，这我不能要，太贵重了。乔薇，这是我们姬家的传家之宝，是要传给每一位当家主母的。除了你啊，没有人配得上啊。姬儿说的对，来带上。那谢谢奶奶。好。哎呀，好宝宝。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们2个还没成亲，这实在太委屈微微了，还拖着干什么呀？还不早点操办起来？乔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爹爹要和娘亲成亲了，太好了！我愿意。那行，我明日就准备好聘礼，上门提亲，咱们1个月过后成亲。都听你的。快吃快吃，来。经过你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好，夫妻对拜。如果你会开始相信。